好，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哈。今天的问题是第1758题啊，所谓的 minimum changes to make alternating binary string 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它的大意是说，我们要将一个二元的一个字串呢，把它变成所谓交错的二元字串所需要最少的变化。所以它这里的题目是说，它给了一个字串哈，当然就是它就只有两种字元，不是0就是1。然后所谓的一个 operation 指的就是说你将0转换成1或1转换成0。那他说一个字串呢是叫做 alternating，它的定义方式就是说，没有两个相邻的字元是相等的，所以他这里举的两个例子，一个是010，另外一个是否定的，像0100这个就不是那个原则上，它这边没有说的很清楚所谓的 alternating binary string，原则上如果是0开始，像是010101一直下去嘛，要不然你就1开始嘛，101010下去嘛。这样其实多看几个例子就清楚什么叫做所谓的alternating binary string 这定义一定要弄清楚。那所以请你要传回的是最少需要的变化的一个次数这 operation 的一个次数它的 operation。所以它这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0100所以你要最少要几个变化，当然这边就是讲最后一个0改成1嘛，所以就一个嘛，那这里就很清楚了。那这个呢10当然不需要变化嘛，它已经是所谓的 alternating binary string 了。那这个4个1呢？所以因为我们知道alternating binary string 呢，它只有两种嘛，一个是0开始的嘛，一个是1开始的嘛。所以不管是哪一个，你要变化成哪一个，你都需要是2个。所以这里解题的方式大概看这3个例子，大概就已经很清楚要怎么去解了。它这里的 constraint 所以你这个字串长度它可能最长到1000010000其实并不是很大的好，我们解题的方式其实蛮简单的嘛。我们当然第一件事情先知道就是说它就只有你给定一个长度所以你那个字串当然的长度给了你那个长度就固定了嘛。那所以就只有2种嘛，一个是0开始的，一个是1开始的。那所以我们的一个做法呢，原则上就是你去分别去计算。原则上大概就是一次回圈就可以把它解出来嘛。那同时2个去做，跟这2个alternating binary string 去做比较那我们就看看怎么做。那我们的做法比较反而这个题目用 C++ 解可能反而会比较容易一点我们看一下。我们在这边的第7行，当然我们先确定 n 是多少，基本上就是字串长度。然后我们用个长度为2的一个阵列我们这里的阵列我们是用那初值都是0。然后我们的回圈从0一直只要是 i 小于 n，
那每次变化量是加等于2啊。那我们就会去判断，那这个第 i 个字元它是否是为0啊？如果是为0的话，也就是 OP 它要加1哦，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省掉一个 if else 哦，不要太多的 branch 哦，这个就可以省掉了。好，下面这个就没办法省了啊，就是说，因为跟 n 是奇数偶数有关了啊。那如果你的下一个当然就是第 i 加1个嘛，因为我们的那个回圈的变化量是每次是加等于2嘛，所以第 i 加1呢，在新版 C++你这边可以那个加上啊，它 likely 啊，大部分都会成立。也就是说，你看看它是不是它这字元是不是等于1啊？如果是等于1的话，那所以也是透过这样一个方式啊，所以一次回圈就可以解决，然后再传回 OP0 或 OP1 两个值当中比较小的，好，所以解题的方式确实是容易。好，接下来我们看 LeetCode 上面，我们用 Python 的方式去解答。好，我们看在 Python 上怎么实作。好，那第一步呢，我们当然就是先取得这个字串的一个长度。好，然后我们建立一个长度为2的一个阵列。那基本上它的值呢都是先填0，所以这里就乘以2。然后回圈我们用 range for，基本上呢它是从0到 n 啊，有头无尾不含 n， 然后每次都跳动变化量是2。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看 OP。好，那么它这个 SI 它这个字元呢，它如果是0的话，那么它跟它的 ORD， 也就是说它的 ASCII code， 它跟1做 AND 计算呢，应该是0。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加等于1。好，也就是说，因为在这里的话，0的话是48，啊，那1的话是49，所以这边透过奇偶的方式呢，我们这边就可以判断是哪一个alternating binary string 呢需要做一次的 operation。好，那另外的情况就是说，它接下来的下一个，所以接下来就要判断这个第 i 加1的一个情况。所以 i 加1呢，这边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逻辑判断，它必须是要小于 n。好，所以这也是类似前面这里一个做法，只不过呢，这里就要用1去减。那我们这里 ORD 作用在 SI 加1这个字元。好，然后一样是跟1去做 AND 的计算。好，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知道是哪一个需要去做 operation。好，那回圈跑完之后呢，我们就 return 这两个值里面当中比较小的。好，基本上应该就这样了。好，那我们执行一遍。
这边少一个 in， 好，我们再执行一遍。好，基本上都正确。好，那我们看一下这3个 case。所以这个 Python 版反而比 C++ 要难做啊。好，那我们把它 submit。然后，所以我们得到的情况还算不错啊，所以打败了拉上来一点啊，95%以上的 Python 的使用者。